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之前给大家讲的桥梁蠕虫，有许多小伙伴产生了恶心的共鸣。其实我发现大部分朋友对于昆虫还是不接受的，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也许对于昆虫来说，我们就是庞大的异形正在统治着这个世界，只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大的太多了。不过就算是大部分人看昆虫都不顺眼，我依旧相信有绝大部分朋友小时候绝对做过一件事情，那就是养蚕宝宝。我小时候天真的认为白白胖胖的蚕蛹用心呵护，最终会飞出一只美丽的蝴蝶，然而最终出来的只是一只猎奇的蛾子。谁都不知道茧蛹里面孵化出来的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就像是本期的 ACP， 茧里面竟然躺着一个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它变成这样呢？下面就请大家耐心的长按点赞3秒钟，进入本期主题，一个正在孵化的人茧。SCP-200 本身是一个13岁的白人男孩，体重为168.73千克。他被包裹在一个从头到脚一共是172.4厘米的茧蛹中，并固定在一张标准双人床的床垫和框架上。他是在某一天把自己隐藏在茧蛹中的，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也分析不出这个男孩是如何制造出一些茧丝来形成这个巨大的茧蛹外壳的。这个茧蛹上有着褐色的斑点，分析表明它是由好几层丝构成的。纺织的方式摸起来很粗糙，超声波也探测不到茧蛹之中有任何固体的存在。但是抽取出的液体样本显示出与该男子匹配的 DNA 结果，用来连接该茧各层的样本也显示出与 SCP-200 相匹配的 DNA 结果。一切都很奇怪， SCP-200 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静静的躺着，虽然偶尔也会发现他进行抽搐，尤其是他突然被触碰或者被高声所惊吓，但是他现在的状态被认为是没有威胁的。 SCP-200 是21世纪某一年在美国被收容的，大约是在这个茧蛹形成的28个小时之后。根据医疗记录， SCP-200 直到12岁都遵循着同龄人成长的轨迹，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不过从某个阶段开始，这名孩子就开始表现出贪食的症状，并且在下一年开始迅速的增重。一名当地很有声望的儿科医生称，他对这个病例也表示无能为力，无法用医学来解释这种忽如其来的新陈代谢变化。这名男子的母亲特别担心他的异常增重状况，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的贪食症，试着去限制他的饮食，但是没有想到带来的后果是 SCP-200 竟然逃到了附近的灌木丛当中。当地的执法部门在72小时之后确定了该男子的位置，但他已经通过进食，体重又翻倍了。在回家之后， SCP-200 就制造出了他的茧蛹。基金会将其回收之后，该孩子的母亲、儿科医生和当地执法部门都被给予了 A 级记忆的消除。基金会为了防止民众担心那名孩子的下落和是否安好的问题，还设法编造了个传说在当地流传开来，把这件事掩盖过去。最近的研究表明， SCP-200 的 DNA 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超声波仍然没有检测出茧蛹中有尸体，但博士推测该孩子可能仍在里面，但是需要额外的测试和观察以证实或证明这一假设。根据这些数据， SCP 基金会批准了 SCP-200 的 Euclid 级要求。目前的收容条件是 SCP-200 需要一个安全的恒温室，该恒温室的温度应足够大，以收容与其身体相连的标准双人床架。这个房间还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观察窗，以便 SCP 基金会方便观察物体而不会造成任何干扰。一般而言，除非实验过程需要，否则应尽可能避免对 SCP-200 造成了任何干扰。采样期间也必须格外小心，以免意外损坏 SCP-200 脆弱的茧壳。该房间将收纳一个自动空气加湿器，该加湿器配置为每天向 SCP-200 喷洒水分。如果 SCP-200 干燥速度过快，则可能会安装额外的加湿器，但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监控，以确保其不会变湿。众所周知，蚕是一种完全变态的昆虫，是幼虫期吃桑叶，然后吐丝做茧，结茧之后化成蛹，最后破茧成蝶，要经历4个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那么这个13岁的男孩会不会也只是个可怜的工具人，只负责进食？假设有一天茧蛹真的孵化出一个实体，那估计也是完全变态的独立生物了。这个生物能吸取这么多的能量，无法想象其破坏力，一出现基金会就一定会进行收容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个 SCP 人茧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